拨通水、拨通电、拨通网络，然后我们都是一一的去解决。每解决一件事情呢，都会有不同的麻烦找上我们。因为我们也是外来人嘛，我们不是本村的，我们是买房。在贵州德江的深山里，一对90后夫妻做出了惊人选择，放弃城市生活，花6万元买下无人村老屋，又耗资30万亲手改造成世外桃源。没有施工队，他们自己搬砖砌墙，交通不便，就靠双脚丈量山路。缺水断电，变挖水窖，装太阳能。如今，他们带着2个孩子在这里养鸡种菜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。为何要放弃便利的都市？是逃避现实，还是追寻真我？让我们一起聆听贵州李俊讲述隐居背后的故事，看他们如何在艰难中筑梦，将山野生活过成理想的模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路灯旅行，我现在在贵州德江的大山里，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我的朋友贵州李俊的房子，也是他的理想花园。他通过4年和爱人亲手打造了这样的一座院落。好，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参观一下吧。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路灯旅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贵州李俊。我们现在在呢贵州德江县的大山里，这是李俊自己的理想的家园啊。你看李俊，我们认识也有个好多年了，但是当时我们一块儿出去拍摄，拍了许多的地方。当时呢，你也属于是网络上非常出名的旅游博主，但是为什么后来就自己放弃做旅游博主，然后隐居，带着家人来隐居大山了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当初我们一起去旅游，都走了很多地方嘛。对。后来呢，大家都知道，遇到了疫情啊，很多地方都去不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在家里待着也无聊，要不如我们去山里面找个房子，然后用来改造出自己想要的效果，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出去旅游，我们大多数都是去拍那些山洞人家呀、独户人家，是吧？是。然后我就特别羡慕他们的生活，然后我就想的是，那个时候我正在谈女朋友嘛，就是现在我的老婆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我走了很多地方，我还是想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因为在城里面住着，我感觉还是没有那种感觉。我就想的是，我在山里面修一个房子，可以接纳一些朋友到这里来玩啊，吃烧烤、看看星空这种啊，然后就找到了这里。这栋房子是多少年了？我来买的时候，他们说大概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。对。当时多少钱买下来的？当时的话，买这个房子加这些地啊、这些运子啊，大概是花了8万左右。8万多。对。但是你看，我也关注你后来发的你这些生活的东西，包括改造房子、铺路，然后挖水窖，这些都是一些大工程。对。然后就是在这些整改的过程中，你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其实我们到这里来啊，一开始当地人很多他是不接纳我们的，因为这里很多人他都已经搬走了，这个村算是一个废弃的村庄，是属于一个无人村的状态。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，拨通路、拨通水、拨通电、拨通网络，然后我们都是一一的去解决。每解决一件事情呢，都会有不同的麻烦找上我们，然后说这个路是我们修的，你不让走路；这个水是我们的，你不让用水。然后我们拿了一些材料来堆放在上面，也不让我们堆放，然后都需要让我们拿钱来解决。但是后面呢，有的是拿了一点钱，有的呢是村民比较好说，然后都比较支持我们，然后做到了现在。我们修这个房子也是有很多挫折，但是都是慢慢的去面对、去解决嘛。盖房子中间还被坑了是吧？这个盖房子其实不止坑一次，应该是3、4次吧。我们盖这个房子当初想的是就花个1、2万把这个顶给掀了，重新盖。结果我们去买材料就已经花了2万多块钱，然后再找人来翻修，又花了2万多，就相当于5万块钱就没有了。然后刚好弄完的话，那个房子就已经倾斜了，而且遮不住雨。后来我又在网上刷到一位自称很专业的师傅，他说可以给我这个房子盖好，然后他只要
6万块钱的工钱，然后把我这个房子从1层变成2层，我就一下子来兴趣了。我在想，我们这个房子要是变成2层的话，我就可以做很多客房，然后里面来这里玩就可以，有一个居住的地方啊，就不用去做酒店。就是这样被误导了，然后就请了第2批师傅来给我弄了这个第2层。第2层刚弄好了，因为全都是这个榫卯衔接的不好，然后就一刮风啊，那个房子就摇摇晃晃的，所以说直到至今我们都没有做进去。还有第3次被坑的话，就是修这边这个砖房，然后也是请了一些不专业的师傅，打地坪的时候就打得乱七八糟的，然后那个地坪没有打好，没做好，对，没有做好。然后中途呢，我们想盖那个水泥板，又被一些村民举报，因为你在这里来嘛，很多人他就是比较眼红你，然后不想你好，就每天来举报来骚扰你。然后我说他们既然举报，我们就不修了吧。但是村里面说我们修这个是没有违规的，因为我们当初这里它是他们用来关注灌流的一些流舍，我们是拆掉，翻修嘛，其实是没有影响的。对对对。我们看一下，是这个位置。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大概花了7、8万，这一块砖就是10块钱的成本，就相当于现在就是属于是半拉子工程，对，也不能做了，然后这个钱也就白花了。对，钱白花了，我们还得把它拆掉，因为花了7、8万了已经。对，因为这个现在在这里挡着很拥挤，如果说把它利用起来，又是这个烂尾楼的样子的话，影响美观，又空间部分得不到利用，是吧？我们现在就想的是把这些环境改造好，然后再来改造这个大房子。这儿以后将来要做什么？这一块儿这一块拆了后就是一个院子了，或者做一个很漂亮的院子，种一些花呀，放一些桌子板凳在这里烧烤呀，或者弄一个露天的 KTV 是吧？哦，是这样设想的。对，这儿的生活就更有乐趣了。对。啊，比如说你的爱人，小秦。对，我因为接触以后，小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贵州的一个女孩。对，她是怎么答应跟你来到大山里边生活？其实，当初我跟她交往的时候，我也是带了她出去旅游，拍摄了很多农村的视频，一些山洞啊，她也是特别感兴趣的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有共同的爱好才走到了这里。然后我们结婚以后，本来我们改造这个房子，我们是想改造的自己坐着修行的。没有想过要发视频，有一天我就发了一个，然后大家都特别感兴趣，每天都在追踪我们这个房子的进度啊，追踪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这些气息。然后呢，我想大家既然喜欢，那我们就坐在这里，反正也是没有什么事儿，然后我们就不如把我们的生活记录下来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都特别喜欢，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都比较枯燥，在省里嘛，然后他们也想看一下我们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也是粉丝之一，追剧，每天要追剧，看他改造的怎么样了，追剧。所以说被坑的那个发视频发那个网上我也看到了。主要是我们太年轻了，如果说不被坑的话，我们这个房子已经改造得很漂亮了，是吧？那你这房子还要改造多长时间才能把它弄好？今年的话是不打算改造了，等明年吧。今年我们主要是改造环境，改造院子，这一块我们自己可以动手改造嘛。这个房子的话，我们得请专业的人来设计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精力有限，我们就只能把这些小的东西给它规划一下。走了弯路了。对，现在这个房子我们做也不能做，装修也不能装修。你说装修的话，它的这个主体不牢固是吧？我们得请专业的人来设计怎么来给它加固啊，或者怎么弄好，才开始正式装修吧。对，山里边的时候，生活上有不便吗？隐居大山后，在生活上给李俊造成了哪些不便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集。李俊继续为你讲述隐居背后的故事。关注路灯旅行，为你分享旅途故事。